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2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讲讲酒关于中国酒的故事。在所有中国的国货当中，市场营销或者营销做的最好是两种产品，一个是茶，一个是酒。那么酒有品牌，中国的茶叶没有品牌。所以呢，中国酒是有营销的，但是中国的茶叶只有销售，没有营销，靠的都是临场发挥。那么这2年虽然有一些台湾的茶商到中国做生意，也有一些这个品牌出来，但是还是影响力没那么大。那么我们今天讲酒那么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酒但是酒，中国人离不开酒。中国人经常以中国的酒文化为荣耀但其实中国的酒并不是在那么多酒里面中国的酒也不是特别的厉害那么今年的2018年的3月份这个金正恩访华。那习近平宴请金正恩眼尖的人就看到习近平宴请金正恩，请他喝茅台，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但是有人看到那瓶茅台就不是一般的茅台，叫矮嘴茅台。矮嘴茅台一瓶的价格是多少？128万为什么这么贵？那么这个茅台，因为这种酒呢是60年代到80年代的这个产品那么基本上是收藏家的宠物，所以数量非常的少，喝一瓶就少一瓶，所以呢在网上就是大家都在抢购，所以价格会变成128万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中国的酒在茅台身上已经做到极致了，一瓶酒可以卖128万。那么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白酒受到追捧，所以基本上茅台应该是前一阵子已经超过这个工商银行，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那么可见这个白酒在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人民生活当中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前一阵子中国白酒涨了一段时间之后，6月8号白酒板块啪暴跌一把怎么个暴跌法呢？白酒指数跌了 8.55， 那么基本上很多股票都跌停，然后这个茅台当天也跌了 3.52%， 这6月8号跌一把，到了6月22号又出现一次的暴跌白酒指数跌了 3.62%，然后这个山西汾酒跌了 8.43%，那么还有什么呢？像舍得酒 6.68%， 古井贡跌了 5.2%， 酒鬼酒 5.4%， 海南椰岛跌了 5.13%， 等等都在跌全面在跌。那么为什么这一天像这些酒都在跌呢这些股份都在跌呢，白酒的股份都在跌呢？跟一个帖子有关。网上疯传一个帖子，这个帖子的用户名叫数据全是糟点他的用户名叫数据全是糟点。他在6月22号中午的13点12分发了个帖子，讲什么呢？讲这个中国的白酒、中国的啤酒、中国的饮料。这个用户呢很善于做这个数据分析所以他的这个数据分析很受关注那么他这么说，他说呢2015年到现在历年中国白酒的产量2015年是1313万吨，到了2016年上涨到1300
58万吨，这就到了峰值了，就是2016年就是峰值了。此后呢，就产量就剧烈的下降啊。那么17年是198，18年是800，18年就跌破了1000万吨，跌到了871万吨，19年就直接跌到了786万吨，2020年跌到了741万吨。2020年的产量比这个2016年的峰值足足少了44%，几乎是腰斩啊，几乎是腰斩，50%是腰斩。那么这个帖子就说这个中国的80年代一代基本上放弃了白酒的习惯啊，消费习惯。那么现在这个白酒市场靠的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勉强支撑，然后中老年人手上宽裕一点，于是就把极少数的几种高端白酒价格给炒起来。随着这批中老年人逐渐老去，白酒市场一定会在可见的未来走向整体内卷的境地。另外，中国白酒基本上没有出口，每年出口量大致是1万多吨，那么主要还是给了香港啊，这是白酒。关于啤酒，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是中国啤酒产量的峰值，4983万吨，大数是5000万吨。此后迅速下降啊，那么到了2020年已经降到了多少？从5000万吨降到了3400万吨，降幅达到32%。那么这个降幅略低于白酒的这个降幅，白酒是直接跌了44%啊。那么只不过呢，是由于年轻人对啤酒的接受程度略高于白酒，但其实也不太喝了啊。那么今年1到5月份啤酒产量增幅呈逐月激烈下跌的这个姿态。那么单就今年5月份来说，啤酒的月产量是357万吨，比去年的5月份408万吨下跌12.5%。这个趋势维持的话，那么今年啤酒的产量同样是萎缩的。那么进口啤酒可以忽略不计啊。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只能解释啤酒消费出了问题。那怎么说呢？那么要么就是老百姓连啤酒都喝不起了啊，要么就是年轻人干脆躺平之后生活就健康了，就戒酒了。那么这两个解释都可以归纳为躺平啊。那么躺平可以解释万物，这是啤酒。关于饮料，还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那么2016年饮料行业不含乳制品，就不含牛奶啊，那么是峰值，2016年是峰值。那么18345万吨，那么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各种网红的奶茶店、咖啡店，所有的出品全部都在这里头了。到了2017年，跌到了18051万吨，2018年就跌到了15600吨啊，600万吨啊。那么2019年恢复到17764万吨，到2020年又下降到16347万吨。那么这个数据呢，也就是说2020年比2016年峰值降幅降了多少？降了10%。那么饮料是降的最少。那么饮料降的少，说明什么？说明饮料行业失去了增长性啊，失去了增长性。那么这个帖子上来之后，冲击了整个的股市里面的白酒行业，白酒指数就跌啊，暴跌。那么这个帖子对不对呢？数据正不正确呢？证券时报查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那么数据全是糟点的这个帖子，数据是准确的啊。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走势，可以看到这一直在涨，从2010年开始，数据这个白酒的销售一直在涨，在白酒的生产量一直在上升，上升到16年开始暴跌，一直下跌啊，跌到2020年，这是2020年，那么今年还在跌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白酒呢，我们今天就重点讲白酒。白酒行业是中国古老而传统的行业啊，大家很知道，中国人爱喝酒啊。但是现在的中国的白酒行业呢，呈现的出来的情况叫冰火两重天啊。那么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头部企业，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这种头部企业，就是最顶上的企业，他们持续在增长啊，持续在增长。那么另外一头呢，就是广大的中小型的区域性的酒厂，那么挣扎求存，纷纷倒闭啊。为什么？酒的销量在下降。那么其实最大的改变来自于2020年，2020年改变了一切。那么中国的白酒市场总体来说2016年从销售额来说，也是2016年是顶峰，卖了多少钱？中国的白酒总共在2016年卖了6126亿啊，6000亿是中国的顶，然后就再也没超过过6000亿，都是5000亿上下，5000亿左右啊。那么这中国的市场就是一个这样的市场。之前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白酒的产量基本上和它的销售大体相当。那么中国有14亿人口啊，国家统计局说啊，那不管是14亿还是12亿，都是一个庞大的基数啊。那么这是所有卖白酒的人在讲的一个故事啊。那么中国人口众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白酒地域很广，基本上没有一个品牌能够全吃啊。基本上大家就是不管你牌子多大，你在其他的地方能买到，但是永远都会有一个本地的酒厂在那待着啊，所以没有能够通吃的品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规模啊，规模5、6千亿这个规模，最突出的是什么？集中度不高啊。那么目前中国的白酒企业有上万家啊，那么规模以上的酒厂是1500家，1500家这个酒厂啊，那么分布在各个板块，什么徽酒啊、川前啊、苏酒、湘酒、鄂酒，然后是冀鲁、河南、陕西、甘肃、江西、东北、贵酒、粤酒啊，那么各地有不同的酒文化啊。6月23号，茅台酒的市值达到了18500亿，超过了工商银行啊。那么五粮液、泸州老窖也不断的在刷新它的价格啊。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酒的销量在下降啊，酒的销量下降，然后呢，大量的酒厂在倒闭。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的酒厂是1176家，比2018年减少了269家。我们讲规模以上，全国的酒厂是1万多家，规模以上的只有1176家。所以其实中国各地有很多小酒厂啊，很多小的酒厂，但是规模以上的酒厂1000多家，跌了200多家，269家。那你想想，然后这个另外有些报告研究说，这个2012年到2018年这6年期间，中国白酒的厂
白酒的酒厂消失了1万多家，所以你看中小的酒厂生存非常的困难。那么这个酒业协会预测到去年年底，白酒规模的企业会减少到多少？1000家以内，1000家以内就继续再倒100多家。那么随着酒厂不断的在减少，白酒的销售在集中往那集中，18家上市公司酒厂，那么他们的营收超过全行业的40%。那么前7名是茅台、五粮液、洋河、泸州老窖、汾酒、古井贡、幽兰山，他们的营收总额这7家占上市公司的86%所以都在往中间集中那么其中茅台和五粮液营收之和占上市公司酒厂的上市公司的57%，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酒的这个集中度开始出现了。那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生意少了，然后生意少了呢，生意在往少数企业集中，那么大量的小酒厂在倒闭数以万家的这个小酒厂在倒闭，那么整体的酒的市场在萎缩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头部的企业看上去业绩在成长，很繁荣，但是整个白酒行业在萎缩，因为销售在下降。那么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场景呢？资本的力量那么本来呢，中国有很多各地都有很多小酒厂，那么当地人也会喝这种本地的小酒厂的白酒。他们虽然日子过得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还过得去，还能活下来但是呢这些大酒厂呢就通过他们上市集资的力量去把它的酒覆盖到这些地区。那么覆盖一家没关系，它覆盖好多家的话，那小酒厂就没有空间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么小酒厂就倒闭了，但是整体的市场消费能力在萎缩。当然不管是大酒厂还是小酒厂，小酒厂有私人的酒厂，大的酒厂全是国企。这是第一，这是目前中国白酒市场的情况。那么中国白酒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假酒这个你在中国喝酒，你一定会碰到一个假酒的问题那么假酒的问题其实分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酒厂自身，它用非常劣质的酒精来做酒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就是说中国正牌的酒厂，它的原材料也是不安全，这个比例高吗？比例非常高，90%以上为什么？它不能去作假，它没办法生存。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消费能力的问题就是消费能力，当你消费的天花板就在这里，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酒就只能在卖这个底下的价格。那你只能卖这底下的价格，那你就得就着这个底下的价格来设定它既有的成本。那它既有的成本设定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它并不完全一开始就是弄虚作假，它是没有办法顶在那里，那你成本在这里，那你要增加利润，你只能在原材料上面搞鬼，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弄虚作假的，就是所谓的那些什么年份酒全是骗人的都是勾兑出来，不存在那些，不存在那么大规模的年份酒。所以呢，酒厂本身没有底线。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中国喝酒喝醉了，第2天头疼，那真的很惨但我原来在国内喝酒，大体上就这样，
只要你在国内喝白酒喝醉了，没有不上头的啊。茅台好一点，也好不到哪去，也是头疼。但我到美国来喝不到中国酒，喝不到中国酒就只能喝苏格兰的 whisky， 或者是这个干邑啊，法国干邑，喝这2种酒，喝得多一点，从来不头疼，从来就不头疼。所以这就是原材料不一样。那么这是一个酒厂本身的酒的质量，中国酒的质量不高啊。虽然这个茅台酒被吹到那个天上去，但是很可惜，我是不爱喝茅台酒，我不喝，我也能喝，但我没那么喜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酒，假酒横行啊，在中国你总会买到一瓶假酒，或者你翻过来讲，在中国买到一瓶真酒，真酒是什么？就是真正那个厂出品的酒，那是幸运的。你可见中国的假酒横行到什么地步？中国假酒横行到了一个鉴别酒都成为一个专业的地步。那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我至少看见2个抖音的这个制作人专门介绍怎么去鉴别酒，从茅台到了什么地步，看得我叹为观止。到什么地步，怎么做茅台假酒啊？打一个在茅台酒的标签反面，标签通常前面有一张纸，后面有一张纸，那么后面那张纸轻轻的揭开，打一个针眼那么大的酒啊，针眼那么大的孔啊，我今天怎么老说错话啊？打一个针眼那么大的孔，然后用这个注射器伸进去，把茅台酒抽出来，装在另外一瓶酒里面，另外一个茅台瓶子里，然后再往里面打进去假酒，假的勾兑的茅台酒。所以那哥们儿神到什么地步？他鉴定酒第一件事情，打开茅台，先看茅台瓶子是不是真的。好，茅台瓶子是真的，然后就揭开后面，先看前面，再看后面，后面看看有没有针眼。有针眼，发现针眼，这瓶酒里面是假的。你说这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就是中国的假酒已经横行到这个地步啊。所以实际上在中国喝白酒，不论是中国的白酒还是洋酒，任何一种酒，只要你喝酒，其实都没有保障啊，都没有保障。喝酒这件事情其实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变成一个道德问题。就是说一个国家，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这个中国失去了这个信任？你想你怎么信任？你什么都会是假的，学历是假的，对吧？这个学历是假的，这个公章是假的，这个你可以经常看在中国东南亚办证集团啊，东南亚办证集团就帮你刻假章子，什么都可以做假的，在中国做假一条龙。你消费奶粉可以是假的，牛奶可以是假的，你没有是安全的。其实在中国，你要过一个安全的生活，就是安全的保证你所有的安全，那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就必须跑到像山姆会员店这种地方去消费，那你才有可能保证到你的食品安全，至少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你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就为什么中国人会那么没有安全感？什么东西都要拿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原因是什么？是生活给他们的教训，生活给他们教训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我的事实的，我要批评一下的，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啊。大国崛起讲的就是这个。我昨天看见我看见一条很搞笑的稿子，顺便我就找一下啊，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啊。哎，这个你看啊，财政部副部长，原来的副部长叫朱光耀，他说中国要过一个坎儿，
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保持每年5%左右的增长速度。他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能够保持5%左右，就能够跨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啊。然后讲了一堆各种各样的对比，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这个经济学家的看法。另外一个，人民大学副校长叫刘元春啊，刘元春呢接受这个每日经济新闻的采访，他说未来5年按照5.6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到2025年人均 GDP 就能够超过14000美元。那么就算是低轨增速也能达到13700美元，超过高收入水平的门槛。那么也就是说，到2025年，中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就迈入高收入国家。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研究的事情非常可笑啊。然后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喝到真酒就是个幸运就是个幸运。那么我们刚才讲中国的啤酒、中国的白酒、中国的饮品是跌了，从2016年开始跌到现在，跌了10%，所以基本上中国的饮品失去了它的成长性。那么中国的白酒跌了44%几乎腰斩，啤酒跌了30多3630几也是在跌跌了32%那么实际上呢，这3种消费品呢，是非常有敏感度的一个产品。就是说酒类通常反映的是谁呢？反映的是成年人的消费能力。然后这个啤酒和饮品，特别是饮品反映青少年或者是年轻人的消费能力那么啤酒也是倾向于年轻人的消费能力。那么这3种产品都能够反映这个国家或者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或者是消费状况。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这个数据，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数据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周期就基本上2016年就是个顶，然后到了2017年到2018年剧烈下跌那么2019年到2020年确认拐点，基本上这就是中国周期也处于这个。那么2021年整体的经济处于一个收缩的状态。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酒来反映？就是因为国家统计局它一直在作假，我们没有办法用他们的数据那么你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现在在整体的消费市场，每个行业都在吹嘘都在编故事。白酒这个行业编得特别厉害白酒这个行业上来就喊万亿市场。中国哪有万亿市场？中国从来没有碰到万亿，万亿是2016年，那是顶，那已经是5年前了那么中国的消费市场有3个神话一讲中国的消费市场就讲3个神话。第一个，人口基数第二个，消费升级指向的是什么呢？指向的是中产阶级。第3，就市场开放。但是几乎在每一个消费领域，那么这3个神话都在崩溃包括人口基数你比如说你现在如果你以这个2016年为基数的话，其实人口基数也在下降这个易富贤先生说，从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出现下降。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口基数的神话在崩溃。消费升级或者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存在，不是不存，是存在。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活得很惨活得很惨。
他们被两样东西压榨，一个就是房贷压榨，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他们所处这个行业正在萎缩，这两样东西正在压榨他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市场开放，市场开放是个神话，为什么？讲了这么多年，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那么你可以看到，外资基本上在退潮啊，麦当劳卖掉了中国业务，卖给中信集团跟淡马锡啊。那么百胜它的业务，百胜就是披萨哈和这个肯德基啊也卖掉了。亚马逊直接卖掉了它的中国业务，直接把它的中国的零售业务关掉。然后还有一些品牌，那你比如说这个沃尔玛，沃尔玛现在在关店，每年都关一些店啊。然后家乐福卖掉了，家乐福卖给了苏宁，苏宁自己现在要卖掉，苏宁现在张近东要把它卖掉啊。张近东现在资金链断裂，他应该会卖掉啊。可能卖给谁呢？可能卖给马云，可能马云是接盘侠。然后是麦德龙啊，麦德龙卖掉了，欧尚卖掉了，欧尚卖给了大润发，欧尚就是法国的品牌啊。那么易买得是韩国的品牌，然后易买得也卖掉了，然后是迪亚天天西班牙的品牌也给苏宁买，然后是乐天玛特大家知道韩国的也卖掉了，乐购也卖，乐购是英国的。玛莎百货直接关掉所有的店，高岛屋关掉了啊，然后是梅西百货退出中国市场，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中国经济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讲的周期性啊，那么周期性的特点，我经常讲的一个理论就是中国经济在2018年进入了拐点，在2019年开始确认这个拐点，就是中国经济由增量变成了存量，存量就是低增长，低增长什么有多低的增长？应该是3%左右的低增长。那么这就是现在，如果你再加上人口的因素，再加上出口的因素，那么中国经济未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白酒市场，你就知道中国经济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那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因为今天我就没有看到，我就觉得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帖子让这个白酒市场跌成那个样子啊，这个是蛮有趣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件事情，好吧？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们也好久没有讲财经故事，今天算是个财经故事吧啊。我以后还会去讲讲类似这种故事，好吗？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明谢梅菲洛斯，谢谢 JDP， 谢谢。牛鞭汤1碗，什么鬼啊？谢谢啊。廖福进，谢谢 Jackie Ping， 谢谢。金 YL， 谢谢 Helen， 谢谢。好，观点。中国股市前10大市值，除了茅台，基本上是金融机构。台湾的股市前10大市值，除了国泰金控，其余全是高科技。两相比较就知道中国的科技创新是笑话。观点：酒和饮料是社交时的消费，饮料消费降低反映社交活动的降低，反映年轻人社交下降，也间接的反映了单身人群寻偶活动下降。寻偶活动下降可以预见结婚率下降和生育率下降。你这看得很远啊。情况：当地的经济现在完全靠四川靠五粮液的支持，就连本省的四川航空去年疫情影响负债太多，五粮液给了55亿，
四川航空集团，才把四川航空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观点：白酒行业水真的太深，就算知道个茅台，也不知道茅台只是个镇，镇上洋洋洒洒上千酒厂，淘宝也充斥着这类廉价酒，镇酒成为了贬义词。就算知道茅台这个品牌，还分的是否嫡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真的能够低价买到真茅台。茅台就是茅台啊，茅台镇。那么茅台注册的一个品牌叫国酒茅台，国酒茅台才是它的品牌。所以要买茅台，应该如果你想买那家茅台，就是我说的这个矮嘴茅台，讲的就是国酒茅台啊。观点：一些厂家直接用各种香精调制白酒，喝的酒只能是食用酒精而已。顶部企业销售的白酒也是假货遍地，可以预见底部酒厂的倒闭必定会影响消费市场，最终白酒没有人喝了，顶部酒厂也没有市场。顶部市场白酒还是有人喝啊，但只不过呢成长性没有，它现在在萎缩啊，特别是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喝白酒没有原来那么普遍，那原来的年轻人都在喝白酒，所以源源不断的有消费人群上来。白酒是这样，我们以前喝白酒基本上是一半一半，你出去吃饭1000块钱，就是菜1000块，点菜1000块钱，喝酒1000块钱，大概是这样。如果你酒喝少了，那你这桌子消费就少了。所以实际上餐厅最挣钱的不是卖菜，菜卖多贵都挣不了多少钱。为什么？因为你炒一盘菜出来，产业链非常长的，又是采购，又是洗，又是切，还得做，还得有个好师傅做还得做半天，才端上来给你吃。卖酒多快啊，直接进货堆着仓库，要喝进去拿一瓶。你想一个菜几十块钱，一瓶酒几百块钱，你怎么比？所以你吃1000块钱的菜，跟喝1000块钱的酒，对餐厅来说，那当然希望你多喝酒了。虽然酒它利润没那么高，但是菜的利润也没那么高啊。所以白酒这个行业，白酒行业我有朋友在做白酒，基本上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概念就是1块钱的酒卖10块钱的钱，卖10块钱的价格，大概是个这个概念啊。所以水很深，他说水很深，水其实不深啊。如果你用正常的粮食去酿酒，然后正常的工艺去做酒，酒坏不到哪里去。用传统的工艺来做这些酒，酒坏不到哪里去啊。但是呢，中国人都很着急要挣钱，你说你得放到那儿得放3-5年，你才能够拿出来卖，那又不甘心，那就想人办法，就让你喝起来像放了3-5年，你才能卖这个价钱啊！你要卖这个价钱，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你喝到嘴里那个酒，就不是我说的这种过程酒。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喝酒都在头疼的原因。情况，我朋友做洋河的省级代理，08到12年4年赚了6000万，13年之后就不行了，到17年把司机都给辞了。做酒最难的是什么？做酒最难的就是铺货，要铺大量的货出去，酒才能卖起来。所以这里面其实你说1块钱的成本卖10块钱，贵吗？卖得高吗？其实没多高。你想一下，你要布那么多货出去啊。情况，我们公司7-8年前收购四川某新，是不是全新啊？全新酒业白酒，接手后发现他们30年年份酒竟然是100%原浆，而且只要600-700块钱一瓶，但卖的并不好。
然后领导把这部分库存内部消化瓜分了，之后的原浆酒都是勾兑啊，年份酒都是骗人的。观点：白酒普遍的年份酒，夸张一点说，一滴老酒就算这个酒的年份酒了。而威士忌的年份的意思是，这瓶酒至少是用这个年份起甚至以上要来进行勾兑。另外，酒都是需要勾兑调味的，不可能直接拿着老酒或者新酒直接售卖。所以不要看到勾兑就害怕，不是勾兑的问题，勾兑是个技术。勾兑是个动作，我们讲这个年份酒都骗人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放了一滴年份酒，就是窖藏的酒拿出来装在那里，然后就其他的全是一瓶酒就一滴年份，其他的全是基酒，那怎么行啊？我们不是说勾兑的问题，是它本身的含量的问题啊。情况，我老家在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有个特别有名的小梅子厂，梅子酒厂，他们的酒的品牌大家都听过，老春长酒，这个酒没有一滴是酿造出来的，都是酒精勾兑，就是广告打得好，打得广。提问：王 Sir 好，想问香烟有可能呈现一样的趋势吗？香烟不一样，香烟的情况不太一样啊。香烟还是我自己感觉哈，我在国内的时候，城市里面的抽烟率没那么高啊，那么农村的抽烟率，或者是你城市越大，抽烟率越低。城市越小，抽烟率越高，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酒跟抽烟的市场好像不大一样啊，两个市场不同啊。而且烟草高度垄断，全部都是国营，而且一家公司中烟集团，中国所有的烟厂都归中烟集团。那么酒厂不一样，中国各个省有自己的酒啊，是有自己的酒厂。烟草就全部高度垄断，所以它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提问：外销到台湾的啤酒，比如青岛啤酒或者是中国制造的美日品牌，会不会是假的呢？在台湾超市定价都比本地的品牌便宜很多。我不知道哎，我没喝过，我也不清楚啊。理论上来说，啤酒很少会。你比如说青岛啤酒会不会在青岛做好了运到你那去？那当然不可能，一定是当地做青岛啤酒，以它的配方，以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些，比如说啤酒花这些重要的药引子，那从那边来，但是原材料肯定是就地采购，口味都是跟它原产地是一样的。但是产地一定是本地，像啤酒这种量很大，然后又快销，非常快销售的这种产品，一般都是这样，它不会长途运输，那划不来的。情绪：饮酒在人类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酗酒对健康的危害从来没有间断，喝多喝少，总的来讲是个人的选择，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酒量通常被和业务能力、社交能力挂钩，不能喝酒的人，要么选择放弃健康，用胃出血和脂肪肝换取订单和升迁，要么只能埋没你的才能，作为不喝酒的代价。我和老婆说过一句话，说移民了就不用参加这种恶心的酒局了，她深以为然。酒局。我面对这个酒局也面对的不少，当然这里面酒品看人品，就是说你的酒品能看出你的人品啊。那么在酒桌上，很多你可以在酒桌上其实能够看到很多人，还看到你在酒桌以外看不到的东西啊。那么包括这个人品啊，包括他的作为啊，
等等。中国人喝酒，怎么说呢？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格吧，在酒局上混有两个要点，在中国酒局上混有两个要点，要么你酒量很大，那你不怕啊；要么呢，你上来就别喝，你喝了就不能停，基本上就是这样。我见过，我有朋友，他能喝酒，但他不愿意喝，但是酒局又避不开，怎么办？他上来就说我不喝酒，我不能喝酒，我喝酒就怎么的，就上来就讲清楚我不喝，我就陪大家啊，陪大家，就这样。久而久之，大家也不劝他了，就是这样。情况，固态化白酒就是传统方法酿造，液态法啊，固态法，一个是固态法，一个液态法。液态法白酒就是酒精勾兑，固液法白酒就是液态法白酒里加一点固态酒。OK， 这就是搞各种东西啊。情况，从中国白酒从低端到高端全假，假的程度不同而已，全勾兑，茅台、五粮液、水井坊这些酒以前饭局上喝的太多，正规商店拿货喝完全打头。有次国外客户带来几瓶茅台，味道不一样，喝了还以为是假酒。这个就经常打脸啊，那真是经常打脸啊。情况，茅台酒在3年大饥荒时期，每年产量都大幅增加，这就是 CCP 心里从来没有老百姓的铁证。观点，人在墙内，因为爱喝啤酒，而又因为食品安全的不放心，从几年前开始看到啤酒标签成分表里不再是麦芽、酒花、酵母、大米、玉米，而是变成了啤酒、糖浆、酒花、浸膏这些。为了节省成本，啤酒也开始勾兑不酿造了，所以自己花了1年时间学习酿造啤酒。虽然自己酿酒辛苦麻烦，但是每次喝到自己酿造的啤酒，我都很有成就感，很开心。3年来每次喝多也不会头痛难受，也很健康。我有个朋友开酒吧，他有这个酿啤酒的这个罐子，很好喝，所以这个鲜酿啤酒也非常好。情况，固态发酵酒经常开发酵，有毒物质大部分挥发，所以喝了头不怎么痛。液态酒是酒精勾兑，酒精生产是密闭发酵，有毒物质还在酒里，所以喝了会头疼。情况我没办法统计，但我身边认识个小酒厂倒闭的原因是环保局要求他们做环评，条件苛刻，根本办不了。结果就是拖拉机、推土机把酒窖推了，哭天喊地没用，然后他们再挖个地道进去，尽量打出点酒，偷偷卖，减少损失。情况，我在中国一些小地方酒厂的出品很好喝，但是产量只够他们当地消耗，所以离开了当地就喝不到。但是在中国，如果你把企业做大，共产党的魔爪就会伸向你。情况，台湾在加入 WHO 之前不存在小酒厂，全台烟酒都属于烟酒专卖局独占，是 WHO 之后才开放民营酒商。在台湾的酒类市场大宗是被国际进口品牌跟台酒和金酒专卖机改组的占领。情况，坐标烟台，经常去大连出差，大连本地唯一的华润雪花啤酒离大连火葬场很近，大连当地的官员都不喝大连本地产的啤酒，东北城市规划做得很混乱。提问，墙内最近出了很多对中产阶级不利的政策，比如生育3胎、取消补课班、延长退休等等，同时价格飞涨也导致生活成本不断增加。
今天又听说出台取消二手房贷款政策，然而新房开盘价格依旧极高，除了造价人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得起。中产阶级绝大多数财产都在二手房里。请问王老师，这一系列用屁股都想出来的政策，是否会导致城市中产阶级的没落？这是不是一种所谓的实现共产党所说的共同富裕？中产阶级是什么人？先要想一下什么人。中产阶级通常是几类人啊？第一个小老板小老板做点小生意那么专业人士律师设计师会计师这些还有就是企业里面的中高层的管理人员。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官吏阶层里面的一些会捞钱的人。中产阶级大部分构成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构成。那么通常这些人呢，房子是已经有的了就是说如果你说你到现在你还排着队去买房子，那肯定不是中产中产肯定是已经有房子了，或者有一套或者两套房，基本上是你肯定是已经解决。中国的社会的结构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像美国呢，美国就是个橄榄球的形状，就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那么它就是一个橄榄球的形状那么中产阶级主导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政治选择，所以中产阶级它是社会的中间，也是社会的主体。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情况是金字塔型。为什么？中共建政到现在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中国的大量的贫困问题，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是大量的贫困问题。所以中国是金字塔型。中产阶级有吗？有，但它的不是社会的人群的主体，它是你从上面往下看它应该是排名第二，排名第一是社会底层。那么这个社会底层才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的性质，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那么中国的社会，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的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一个，他的地位是脆弱的。你比如说，他做个小生意，或者是企业的高管，企业的高管看谁的脸色？看老板的脸色。那一不小心他失业了，那他可能啥都没有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讲，一场大病去消灭一个中产，就是个道理。中国的中产也是一样，非常的脆弱。所以中产阶级他们的政治取向是趋于保守。那么你说中产是不是很容易掉下去？也不一定那么容易掉下去，因为他毕竟是经营了这么多年，但是他会掉下去，他的地位是不稳固的。那么社会底层会不会掉下去？社会底层很难掉下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底层，你让他到地狱去嘛。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状况，会不会在大量的消灭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现在的这样的社会状况，他们是有风险，他们是在承受压力的，承受挤压的这个状态现在的是社会底层在破产当中社会底层，中国的社会底层的问题是什么？负债是社会底层的大问题，基本上没有不负债，到处都是一屁股债，到处都是一屁股债，一出问题就基本上没法过。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的状况。提问：与同学聊天谈到中国经济环境不大好，已经由增量变成存量，消费力上不来，中美交恶，但他质疑我说，如果中国经济不好，他代理培训题库平台，每个月能赚40万上下，而且身边的人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收入。我让他少看外媒，他让我少看外媒，相信国家。请问王老师，什么原因让这部分中产
相信中国经济很健康，那中国是有人赚钱的呀，什么时候都有人赚钱，有的人赔钱，有人赚钱，那股市一样啊，股市有没有人挣钱？有人挣钱啊，那么有没有人赔钱？有人赔钱，那你说谁多谁少？你没有统计数据，你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我看到的就是全部，我没看到的就不存在。中国人就喜欢这样，你这样讨论问题没有意义啊，对吗？所以你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取向，你有不同的信息来源，你们看到的中国呈现不同的场景，这非常的正常。你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你，那你就求同存异呗，对吧？至于他是什么原因让他相信的，他收到的信息让他相信的呀。他有些东西他看不到啊，他不会去，他看到的，我们经常是讲朋友圈，比如说我们讲朋友圈，朋友圈那个挣了钱的，股市炒股票挣了钱的，今天我吃烤乳猪啊，拍一张照片给大家看，明天赔的牙疼，他没有发朋友圈，你不知道啊。所以你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那你对这个社会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啊。观点：中国社会的结构不是金字塔型，应该是图钉型。确实，中国基本上是底层民众，中产以上已经很少，好吧？你说图钉就图钉，但是我还是认为是金字塔型啊。情况：肉身翻墙后，发现国外的啤酒特别容易醉人。我在墙内还有点酒量，啤酒从来没醉过，在国外每次喝3-4瓶就感觉上头。听国外同事介绍，他们的啤酒是麦芽酿造，比较纯，所以容易上头，可见国内的啤酒有多假，白酒就更别说了。你看些酒精就知道啊，中国的啤酒大概是12度，外国的啤酒大概是15度，所以当然不一样啊，是不一样，酒精含量就不一样啊。观点：有人说所谓的酒文化其实是江湖规矩，根本不算什么文化。我觉得国内劝酒的风气很不好，我外国的朋友酒量比中国人大很多，但他们从来不劝我喝酒，他们觉得喝酒就是为了开心。那这中国人不要谈酒量，不要谈酒量。我经常讲，中国人讲酒量很厉害，我到了美国我就知道啊，那跟美国人没法比。你看美国的那个酒，中国那算啥？你去看见美国的那个卖酒的那个商店，什么情况啊？什么酒没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在中国喝一瓶酒，搞半天。你说是在外国，只要你带一个能够证明你年龄的证件，你去酒店卖酒的商店里随便买。哪有那么多麻烦事？哎呀，在中国就是生活就是艰难，喝瓶酒搞这么多，搞出那么些花样来啊！那些花样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金贵嘛，还是内核里还是一个字，穷，没别的。观点：之前看石老师讲中华文化，他说中国文化里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从古至今做学问的都只告诉你结论。至于这个结论怎么来的，你不用知道，这导致中国人从古至今没有科学精神，再加上宋明理学里的格物致知啊，就是预先设定一个结论，然后找个证据证明这个结论，这2点一直还影响着当代中国人。怎么说呢？易中天的那个视频啊，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大家可以到我的推特上去看一下，好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不重复了，好吧？提问：王先生在舆论战中，包括共匪在内的多个国家屡试不爽的反击欧美的虚伪性，尤其是在信任感缺失的落后国家，以及美国底层移民人群中，这种观点非常有市场。虚伪性，他们热衷于批判伪君子，好人不能取信他人，坏人却能给予他人真实的利益和恐惧，这估计也是中国屡屡走错路的原因之一。
您认为共匪是抓住了欧美的痛点，想听听您对守住这条战线的谏言。虚伪性，还有什么比中国更虚伪？还有什么比中共更虚伪的？中共今天居然发了一个什么呀？我讲给大家听一下。中共居然今天发了一个白皮书，叫《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比中共更虚伪、更无耻的吗？所以你说西方有没有虚伪？西方当然有虚伪啊！我经常批判西方的虚伪。西方的虚伪就是说100只做30，这是西方的虚伪，就做了30说成100，那就虚伪。那中共的虚伪是什么？中共的虚伪就是它是-100说成正100，这就是中共的虚伪。你说能比较吗？完全不能比较，好不好？伪君子，中共是真小人，也是伪君子，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批判西方的虚伪可以，西方是虚伪，是需要批判，但是轮不到中共说。中共有什么资格批判西方的虚伪？西方人自己批判自己的虚伪，那是没问题的，但轮不到中共来讲。情绪，听闻苹果日报停刊，虽然早就知道结果，但是到了需要面对的这一天，还是非常的伤感。我是典型的一代大陆韭菜，从小的时候对香港的崇拜，到后来听香港流行乐，看香港电影，就这么慢慢长大。终于有一天，公司组织香港旅游，我至今忘不了见到香港的第一面，对于我那就是全世界。情绪，今天看了刚回归的《傲骨之战》，里面有一句台词很适合送给香港和苹果 ：We live to fight another day. OK, we live to fight another day. OK. 情绪，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只是进一步不可逆反的向世界证明其邪恶的本质。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再一次在世界最高层次展开，香港一定会有重获自由的一天。香港精神不死，非常好，谢谢。提问：港区国安法实施近1年，西方的制裁似乎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那么中共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你去问他去，我真的不知道。不要跟我这样提问，好吗？提问：我有个朋友住在英国已经30多年，而且是大学讲师。最近我们谈及国内疫苗，他说中国疫苗在世界销量很好，是这样吗？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心态。他有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解释不了。他在英国生活了30年，不能证明什么。他是个讲师，也不能证明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用他的身份，用他的资历，用他的这个，用他的那个，来证明这个人讲的话有多么正确。其实他讲的话就是那句话，跟他是谁没有1毛钱的关系，对吗？你说一个瞎子，他就是看不见，跟他穿了什么衣服有关系吗？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是什么心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是什么心态，对吧？情况：黑龙江农村假酒泛滥，我表哥和他朋友准备晚上喝酒聚餐，其中一个先到，见大家没来，自己就先喝了一杯白酒，然后就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厂商和商店加起来赔了7万块，一条命啊！提问：王老师你好，可以讲讲边城水响的故事吗？作为墙内翻墙教父，是否真的已经被喝茶？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人，我也不知道这回事。我看到了一些文章，但是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一直没有讲。等我知道确定发生了什么，我再来讲，因为现在讲不好讲啊。好，明谢 Happy，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